即一发生时，地球大撤离的真实可靠指南。大撤离，我们有数百万艘飞船驻扎在你们地球的上空。当你们星球开始环绕着地轴倾斜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即刻将你们带离地球。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带你们离开。发出巨浪的海面会冲刷你们的海岸线，这些巨浪可能深达5英里或者更甚，它们随后会覆盖你们大部分的陆地。你们极地区域融化的冰盖极大地加剧了地球球体自身的不平衡。随着这些变化，大地震将会发生，地震将会从一条断层线传播至下一条断层线，导致整个地壳板块发生大规模移动。随着这些断层和分裂的发生，那些存在着休眠火山的区域将会发生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在核试验场附近的区域可能会遇到放射性的物质泄露到大气当中，还会发生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因为地貌变化扰乱了它们的运作，你们一部分的陆地会断裂和下沉，在其他的地方这又会带来地貌的上升。你们已经听说过很多有关这些巨变的信息，比如会发生动荡和地震，但是那些并不会触发撤离。因此，我这里说的是灾难性规模的巨变。我们在疏散星球人口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这不需要发生，那是再好不过的。但可惜的是，出于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撤离并不少见。我们现在要解释给你们一些所面临的事情。我们期待和进行的实践是，要大约在15分钟之内准备完成光之灵魂从地球上的撤离，不论其数量如何。此外，我们将会首先疏散光之灵魂，因此加入光之列表会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的计算机系统非常庞大，而且会自我更新，每一位存有都会被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所有的改变，包括所有的细节，都是实时更新的状态。计算机被锁定在由你们的地脉线和漩涡交叉点所确定的坐标上。在出现需要撤离的第一个迹象时，计算机就会立刻锁定每位能量存有所在的位置，不论那个人具体在哪里。有关这部分，请不要担心，只要确定你持续地更新自己，散发出校准的信号即可。所有的孩子都会被接走。在光之灵魂撤离之后，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孩子们。孩子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此他们会被接送到特殊的舰队上，接受照顾，直至他们可以与父母重聚，或者是放置在特定的地方，被无限期的照料和有照顾。我们有训练有素的成员来承担照顾儿童及其创伤的具体任务。很多人可能会进入睡眠一段时间，从而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和焦虑。我们的电脑系统要远远比这个时代地球上迄今为止使用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先进。它可以确定孩子们父母的位置，不论他们身处何处，并且会相互告知彼此的安全状况。孩子们会被带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不要过度担心他们。在撤离完成之前，不要着急的去找到他们，先照顾好自己。我们会解决混乱。孩子们完成撤离之后，邀请就会发送给地球上所有尚未撤离的灵魂。不过，这只会持续非常短暂的时间，或许再过15分钟左右，会有足够的空间供所有的人撤离。但是，因为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那时的大气层中会充满火花，
飞扬的碎片，还有有毒的烟雾。因为你们地球的磁场很快就会受到扰动，我们不得不迅速地离开你们的大气层，否则我们还有我们的飞船也会坠毁。那些迟疑不决的人，那些先踏入我们提升光柱的人，也就是先被提升的人，你的任何犹豫不决都意味着你在第三维度存在的终结，也就是你称之为物质身体的那部分。这也是我们大撤离过程当中最为严峻和困难的部分。正如之前所说，光之灵魂的振动频率要高于那些与地球的联系，在地球层面的概念和行动上更加密切的人。好吧，因为我们的悬浮光柱就是可以把你们从地球表面提升起来的光柱，与你们所知晓的电荷非常接近。你若是不离开三维的物质身体，那些低频率的振动可能无法承受提升光柱的高频率。我们会让频率尽可能的接近，从而缩短在提升光柱当中的时间，但是它仍然是从一个相当高的地方投射下来的。当一艘光束飞船在正常的时间降落，邀请人们登船时，通常它会降落或者悬停在离你们地表非常接近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的人就会陪伴着每一位个体登船。但是在大撤离提升的时候，不会这么去做。如果灵魂的能量离开三维的物质身体，还会有机会进行复原和重新连接，或者是根据神圣法则把灵魂安置在适当的设施当中。无论如何，你不会被留下来体验地表世界发生的浩劫。如果你决定不踏入悬浮光柱当中被提升，你可能会是那些在净化和巨变的过程当中存活下来的少数人。不论如何，在大清理期间，气候、陆地的面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地球的两极会位于新的位置。仅仅是这一点，就会给幸存者带来难以言喻的艰辛。在某些特定的位置，可能会有向导和提供帮助的人返回，或者在某些状况当中，他们留下来作为支持系统的存在。保持冷静，不要惊慌。让我非常清晰地阐述对提升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让一个孩子暂时性的失去知觉，并简单地调整他的身心系统，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则是要自己做出选择。任何基于恐惧的反应都会降低你的振动频率，从而让你与提升光柱的频率兼容性降低。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如果出于什么原因你无法进入光柱，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去移动光柱。不要惊慌，要知道是专家们在帮助你。我们在行星大撤离的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分。保持冷静，放松。当你进入我们的悬浮光柱，或者当光柱聚焦在你身上时，请不要惊慌，不要摇晃或者推拉你的身体。连接是在能量水平上达成的，物质身体上的动作会成为很大的干扰。当你被提升后，你会乘坐穿梭机前往我们的母舰，它们停泊在地球上空更高的位置，在那里取决于你所处的状况，你会得到相应的照顾。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需要医疗护理，还有一些人状况良好，但是会非常兴奋和激动。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家庭成员而情绪失控等等。我们有着专业的医疗人员，他们在那里会使用高度先进的设备为你们进行治疗。有些人会简单的进入到睡眠状态，直至所有的生命体征都恢复正常。在转移到其他地方之前，食物
和住宿都会一应俱全地提供。在返回地球开始重建一切之前，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被带到其他星球的城市当中，接受先进科技的培训。这些会通过咨询或者是预先安排来确定。孩子们会与父母家庭团聚，等等这些。你们美丽无比的地球，注定会成为宇宙当中一颗最为美丽的星星。长期以来，它一直在等待着取回它的荣耀。它将会成为一颗美丽的光之行星。在这里，在神与造物主的见证下，你们可以在兄弟友爱的情谊当中加入人类的光明兄弟会，探索宇宙的其余部分。不要嘲笑这些话语，地球的朋友们，我们自愿前来这里，像兄弟姐妹一样爱你，在最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确定，这些事情很快就会发生，请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毫无预警，大灾难会毫无预警的突然发生，一切都会发生得如此之快，让你没有时间去思考。请现在就开始考虑这些事情，并且努力在一切变得太迟而无法做出决定之前，达到平衡的状态。会有一些人在完全混乱、痛苦和受伤的情况下暴走，仿佛就像是整个宇宙都落在了他身上一样。我向你们保证，你们所感知到的，你所在宇宙中的大部分都会经历类似的体验。那么你会怎样去做？理想情况下，你现在就可以进行规划。届时你会保持完全的冷静，没有一丝恐惧，等待着光束的降临，然后走入到提升光柱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向你投射的悬浮光柱当中保持静止。光柱是从飞行器下方的中心流出，坦白地说，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所有一切都会非常快速地发生。我建议大家尽一切可能放下敌意，允许我们进入你们所在的地方，因为看上去避免这一不幸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也没有感知到足够大的转变，从而可以改变这些事件的进程。就这样吧，我们也会继续勤勉地完成我们被给予的工作。